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地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炳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佑之，大家好。好，那亚亚的事件，好，昨天在傍晚的时候，他已经买了机票，昨天呢已经回到了中国大陆。OK， 那当然飞机落地以后，你可以看得到有很多网友呢，当然就看着他一路这样直播，然后一路从机场出去。当然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出机场的时候有很多所谓的黑衣人是在接机吗？到底身份是什么？这一切大概也源自于因为我们的内政部长刘部长是不是那时候讲说他不是单纯的一个普通人机，这到底在隐含在说什么？可是整个亚亚事件，那看起来还是余波荡漾，甚或对未来整个大罢免会添加什么样一些的柴火吗？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现在如果真的看起来，任俊，好，就直接问吧。第一个，他到底会在未来大罢免会添加什么样一个柴火？因为隐隐然，当他在内政部昨天开那个记者会以后，已经出现一些对抗的一些的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他飞机落地以后接机的所有这些又有什么一些意义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叫做刘正雅的这个大陆网红那老实讲，我觉得他在台湾里面基本上就掀起了一股波澜。这个波澜其实根本不应该会掀起来的，也就是他不断的拍这些影片他就上百支的这个影片。那所谈论的内容基本上都跟中国大陆要怎么样来统一台湾是有关的。那我认为一般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陆配，或者是你即使是台湾自己土生土长的人，你今天对于任何两岸的有任何的想法，我觉得都 OK。台湾没有禁止说你不能谈论。但问题是他在那个言谈当中几个片段被发现到，比如说他自己认为说我是在告诉大家武统很可怕，武统可怕不需要你讲嘛，你后面补的那几句说好好的跟你讲你不听，一定要用什么，他讲那个名词，那个大概是中国那边才有的名词一定要那个来打你你才要接受。那我也讲实话，这个叫做什么武统很可怕，这不是吧？你是告诉大家鼓吹人家用武力来逼的你才要接受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里面，为什么多数人对这件事情的生气跟愤慨，不是针对你陆配的身份，我再讲一次，不是针对你的陆配的身份。你说会不会在大罢免里面掀起波澜我老实讲，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国民党的人会讲说支持言论自由，但你真的问他，你把言论自由这4个字放到一边去，你能不能接受他讲的那一些说我好好的跟你说，你不听我拿辫子打你？你能不能接受这种言论？你能不能接受他后面所隐约带来的那一个，就是大陆赶快过来啦，赶快来占领台湾啦？这个时候大家开开心心，你能不能接受他？等一下，元之，你能接受这个言论吗？不能啊。不能接受。他这元之最嘛说不能。所以你回来看他2个记者会，因为他开了一次是在内政部，对，好，一次是在这个机场。当然机场那个我知道，因为国民党昨天在立法院里面他们走不掉因为就为了这个要不要开会这个事情但最少你在这2场记者会里面，你没有看到国民党的立委或国民党的议员敢站在他身边。所以你说对于大罢免会不会引起很大的波澜？我老实讲，我个人觉得我比较保留。我比较保留。但是最起码是不是大家都有意识站在旁边会出事？当然嘛。所以我就说，先把言论自由那4个字，我们也支持言论自由但是当这个刘正雅的说法说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个法律说你今天这样子鼓吹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要把你要求你限期离境的这件事情，他出来说什么？因为造成我们骨肉分离啦造成我们没有办法一教谈。那我就问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按照你的方式说这个大陆用武力来又打来又要干嘛？请问你造成多少台湾人的骨肉分离？不是你自己在看你自己的这个事情而已，就是对多数人台湾人来讲，就是你今天讲的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当然，大家可以对这件事情做成评论嘛。您刚刚特别提到说他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到福州嘛对，我就先问一件事：我们什么时候知道他要搭机离境的？到早上他的记者会的时候，他不是坚持不走吗？一直到下午的时候才发还有发彩通发彩通告诉大家讲说好了，他要离开了还要开一个记者会。结果他回到这个中国去之后，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照片里面一堆人围着他一堆人，而且你可以看这个我不能讲说这个这个大家前呼后拥，也不算了因为大家都非常自然的走在那个地方
我就讲这里面形成一个包围圈。而且我就讲这里面有几个我个人认为疑点啊哈。第一个疑点，大家都出过国吧？主持人也出过国吧？不要这样，当然是。请问主持人出国的时候，如果算个3-5天，你会带多少行李？好歹我们有一个20几寸的行李箱嘛，然后大家东西会带嘛。刘正雅在台湾生活多久？请问你昨天看到他就是拿着一个小小的登机箱说回去了，在台湾住了10几年，没有任何的行李，就一个小登机箱，我甚至都怀疑那里面有什么啦，我不知道。但最少他出关的时候，他就拖着那个行李。周边围绕他的人，没有任何人帮他拿其他行李，只有那一个穿着这一个就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戴帽子这个，帮他顺手把他随身的行李拉过来。请问这合理吗？他在台湾住了这么久，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要带回去，就这样子轻装简便，这样就带走。我不知道，我认为这不合理。我认为这不合理。第二个不合理是，当这一群人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们有接到采访通知是吧？知道他几点几分在哪，他都包成这个样子嘞。大家很自然的往他身边去围，然后围完了之后呢，很自然的一个就接手过来，中间大家都没讲话，然后就围着他绕着一圈啊，大家这个还有人讲说，这个天哪，这个已经是国安层级了，总统出访也没有这个样，要总统出访旁边有随护人员，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大家围着他走的这么近，他也没有任何反应，仿佛很自然。这个合理吗？我不知道。或许他的家乡的人说什么三叔公、大婶婆之类的就习惯这样。但你如果看周边人，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没有除了旁边帮他拉行李那个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资历之外，其他的都是年轻人围在他身边嘛。那请问这个阵仗看起来像什么？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网友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字体就知道，这个其实都是这个简体字嘛。你看，连中国大陆网友都说，你看看身边的黑裤子走路的步伐怎样？哇，国安特警保护啊！哇，体现了最安全、最幸福啊！戴口罩，你们猜这些人是谁？没包没箱，必是同志啊！那我们就回来问啊，今天到了这个地步里面，他一直在说什么？说我今天出去是因为我为了要委曲求全。因为很简单，叫你限期离境，你自己出去这是一件事，你不出去换人家带你，把你出去的时候叫驱离出境，那个时候应该刑事记录会留下吧？那你未来要申请，他也知道法律他说他跟律师讨论完了之后，知道就是说我未来要清清白白的回来。你要干嘛？公林斗邓来吗？如果你的那种言论他没有改变，我讲实话，不是你的身份的问题，不是你是不是陆配的问题，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大家都没办法接受，包含到有一个叫台湾人的叫黄安，你看大家挞伐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有一些人去操作，硬要说你看你们就是针对陆配，你们就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到最后，国民党虽然有些人讲说标榜言论自由或什么，你真的问他核心的时候，刚刚元之也讲了，他也不赞成那个雅雅的那种说法。那我就问今天国民党要不要适时就收？我认为最少到今天为止，国民党大家不讲话了。那就针对这些就不再说我要支持他啦，谴责政府啦或干嘛，因为你也很知道。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去站在他的这个身边，不要说跟你立场不同的人不要说政治立场跟你不同的这个政党的人我相信连你自己政党的内部，有些人看到这种主张，也会一样抱持跟我们一样的态度，就是你要回去，你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如果你不想留在这，没有人逼你你自己看着办。任俊，我们在讲这件事的时候，都用。不管有人叫陆配，有人叫中配，网红雅雅什么，但你绝口不提雅雅2个字，为什么？你都用刘正雅，因为他的本名叫刘正雅。我在讲嘛，他拍那些影片，如果他今天拍了100多支影片，有任何一个称赞台湾的，有告诉大家说他拍这个影片是告诉大家台湾的好，希望大家来台湾，我没有话讲。他100多支都在讲什么？他赞扬的全部都是他希望透过网络去冲流量。你知道在大陆50-60万粉丝他的那个整个社群里面也有50-60万人OK， 我不想帮他冲他那个网红的名号，而且更夸张的是，他还在开直播，他还在开影片，还在不断的告诉大家讲说他没错，
那我就讲，我不想帮他擦，他本名叫做刘正雅。那好 ，OK，陆委会这一次在过程当中，陆委会先在记者会上先播了为什么那时候认定他，包括身份上面，为什么移民署会取消他的居留证啊这些，因为有一支相关的影片让观众们看，因为人就我们做节目是这样，就包括所有的我们请的媒体人，你要评论这个一定要把相关的东西都看完，所以他们看了非常多，可能观众朋友你不会去看所有那些，我们就拿陆委会的那个片子来看一下，为什么陆委会会做这样一个认定，来。我这边可以放一段这个我们在台海网。好，我们这边就来放一下台海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的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岛周边展开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各位，从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岛周边已经被围了一个严严实实，海域、空域都是插翅难飞。而且东部战区发布的粤海杀气组合，你们都看了吗？海报全部用的都是繁体字，这是害怕老外看不懂吗？特地用的，真的是很稀缺。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捍卫国家主权时刻准备着。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五星红旗，想想都让人开心。这个是台海网啊，那这个台海网的属性，我想大家都知道。但舒培，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网红鸭他讲的那个内容，他就讲说我没有啊，我是善意，好不好？他说我这样讲大陆文攻武吓，我是善意。懂他怎么说的吗？为什么是善意？我不懂。他说我这样讲大陆文攻武吓，我是善意。懂他怎么说的吗？为什么是善意？我不懂。他讲的东西就是在恐吓台湾啊！他讲的是什么？隔一天早上起来，如果台湾插满了5星旗，我都不会讶异，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他就是在恐吓台湾啊！他甚至有一支影片啊，说啊，祖国啊，就是咱妈揍小孩要揍给全世界都知道，现在不揍的原因是咱妈还在等时间呢。他讲的是这样他说小孩我要揍小孩，也要揍到连小孩都知道。所以他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小孩，这就是他的言论，所以怎么可以被接受？你知道武统台湾，他身为一个妈妈，只要战争，大家最心疼的一定都是小孩。但你身为一个3个孩子的妈妈，你怎么会去鼓吹中共武统台湾？然后最让我讶异的是，中国国民党居然还有人认为这个言论是言论自由，武统台湾是言论自由，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昨天内政部这个刘世芳部长讲了一个，我非常认为他讲的是非常精准。雅雅不是单纯的妈妈，她不是单纯的陆配。从他刚刚讲这个联合利剑的军演你知道吗？一般的台湾女性，或者是说这个就算是中配好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去了解这个军演的内容。利剑2024，对，讲得然后多专业。他还有包含利剑，他要怎么样包围什么，他都可以解释的这么清楚，而且是在当下。所以他的资讯来源来自哪里？这让大家怀疑嘛。再来。这个好，我要学这个你要学人俊叫他全名吗？叫刘正雅他其实讲的不只是这个部分他还教他的女儿他连他的女儿都教到连四川舰的战力是如何有战力四川舰我告诉你，连我都讲不出来，四川舰是什么舰我都不知道。但这个刘正雅的女儿居然可以去介绍四川舰，还把四川舰的战力讲的这个清清楚楚，代表他的讯息来自哪里？来自刘正雅。你还会质疑国民党会在这方面会帮他站下吗？因为刚刚袁志也讲说他也不赞成这些。那当然，国民党过程当中，也许有一些委员在雅第一次或者什么这些的时候有讲过说这是言论自由，但整个风潮这样的时候，你觉得他们还会去挺这样的一些言论吗？刚刚岳元之说他不挺这个刘正雅的言论，可是岳元之之前就讲了说这个反正民进党人这个执政底下都没有言论自由，连这个立法委员也没有言论自由，所以马上被民进党就做了一个就是把叶元之力挺武统网红。
变成一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原之可能等一下自己可以讲，不过在这个风潮，在这个 moment 底下，你把梧桐网红这一件事情拿来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拿来说民进党就要罢免你这一件事情，完全我没有办法认同。因为要罢免叶元之的人不是民进党。要罢免叶元之的是所有的公民团体。你说要罢免你，就是没有言论自由。那请问你把公民团体放在哪里嘛？现在发动要罢免你叶元之，罢免你国民党立委的，全部都是公民团体。你说只要罢免就是没有言论自由，那你是说要罢免你都不行咯？罢免你都不行哦，这怎么会对嘛？那另外我要讲啦，就是说这个刘正雅在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因为他之前说啊，这个。包含移民署啦，包含内政部啦，都要把他推入万丈深渊。昨天这个朋友就大家开玩笑，刘正雅在台湾要出境之前，直播播好播满，台湾所有的媒体全部都播到他进海关为止，对不对？结果嘞，你看他到中国之后落地，看到有这个不知道什么人把他包围起来，但瞬间。所有直播的全部都是黑画面，有人就开玩笑说他真的落入了万丈深渊，因为已经没有办法直播。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当你们在声援刘正雅的时候，说台湾把他驱离出境是没有言论自由，那你有没有看到中国让刘正雅到了飞机落地之后？马上所有的网友都不能去评论他，甚至是黑画面这一件事情，国民党有没有声援刘正雅？是谁让刘正雅没有言论自由？是谁让所有的这个中国的网民没有办法再去追踪刘正雅？国民党应该要回应一下吧？这个国台办又更好笑了啦！国台办因为。刘正雅这一件事情哦，台湾是第一个大动作，针对于这种配合中共的梧桐网红进行了处理之后，结果中国国台办呢，在昨天呢就发了一个这个讯息啊，就说台独打手帮凶迫害台湾同胞恶劣行径。举报专栏，意思就是说，如果呢有网红啊被检举是台独，认为是台独的，就可以来检举。然后来检举他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举报专线，然后这个之后就会惩处啦。这个可能未来都是像于将军一样的，于将军之前是被制裁的嘛，台独惩戒名单这些现在被。检举的也有可能，但我要讲的是说，不晓得像上面这一些人啊，什么呼叫雅雅，我是深渊，这些人会不会被检举，我也不知道。OK， 来元之，那包括刚才讲到说，因为民党是直接，你看到那个海报了，直接讲说你们就挺那个什么雅雅的这些言论，来。对，因为今天很多人在那边网络上说什么叶元之上车，叶元之上车，我也觉得非常奇怪。那源头到底在哪里？原来是民进党特别发一个贴文来骂我。我觉得民进党真的很看得起我了哈，就是说没想到我在别的台讲了一个什么评论哦，他们会发一篇脸书来骂我，扭曲我的话，真的很看得起我了啊。那当然是因为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何伯文也想要把我罢免掉选立委嘛，啊，民进党发言人，然后一个新北市议员也很想把我罢免掉选立委嘛，所以他们现在那个新北市议员好像把我当新北市长一样哈，每天都只盯着我哈，开始扭曲哈。那我昨天在那个节目我是讲什么？我根本没有去评论雅雅，我没有评论雅雅。我讲的是说，现在大家不要去把整个陆配把它污名化，因为民进党有的人在批评雅雅说他不想要回去中国，原因是想要留在台湾用健保，那好像说那个陆配呢在台湾都是为了用健保，那他不想回去，难道不能够是因为不想要跟家人分开吗？为什么他一定是要在台湾用健保呢？好，还有就是之前在立法院有人提案说。陆配的身份证取得年限从6年变4年，好，那当然这个可以讨论，因为当初提案的目的是希望那个不管是各国哪一个地方来的外配都一致都4年，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讨论，但是民进党就把它扭曲成说，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以后那个陆配就会越来越多啊，中国就可以洗人口啊，洗人口到时候台湾的总统就是由中国来决定，好像这些陆配他们来结婚都是有统战目的，但实际上我所理解的哈，比如说台湾有大概30几万的陆配，我有接触到一些，他们就是谈恋爱结婚的，不管他是嫁到台湾或者是娶了台湾的老婆，他就是谈恋爱结婚。但为什么要这样子给他标签化？就是说，你看陆配就是要来用健保的，然后还有陆配就是来统战。我觉得这个就是当然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仇恨跟歧视。我是觉得不要这样。我昨天讲的是这件事情，我根本没有讲什么雅雅。然后第二。
我讲言论自由，我说啊，在台湾现在言论自由本来就很限缩啊，像我们在立法院，我们在跟民进党开会啊，然后柯建铭就是你们这样子再讲啊，我罢免你，柯建铭就是这样啊，在立法院就是这样啊。那以前我们以为的民主是说，也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这是以前我们以为的民主。现在是在立法院，只要是柯建铭不喜欢，只要是民进党不喜欢。就你再讲啊，再讲就罢免你，罢免什么意思呢？我让你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那这个叫做尊重人家的言论自由吗？所以我讲的是这2件事啊。那结果可以被民进党扭曲说，哇，现在说我挺武统雅雅，好像还讲的好像我挺武统一样，没有这件事情啊。包括今天早上也有一些媒体想要做这个新闻啊，就说民进党这样攻击你啊，我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去看我昨天的发言？他说有啊，我说那你觉得我有挺他吗？没有啊，所以现在的台湾的社会已经变成这样，因为要罢免，所以呢，逮到机会就要扭曲你的话，然后导向要比较罢免你，所以现在一堆人在那边讲说什么我力挺武统，我根本没有这件事，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有吗？根本现在很多人骂我的，根本连我昨天讲什么他们都没有去看过啊。那元之对于你或是国民党有必要在你觉得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发表更积极一些的言论，譬如说，不管是赞成或者反对雅雅这些，需要直接讲到，譬如说，我们绝对反对雅雅讲的说武统，国民党需要讲这些吗？有啊，我们其实我没有听到任何国民党的人有去支持他讲武统这件事情。我昨天是没有去评论雅雅，但是雅雅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我们也都讲，他讲话很让人家讨厌啊，我们绝对不支持他的言论，我也都讲过啊。OK， 对啊，那言论自由当然是有其界限啊，譬如说这个你不能诽谤人家，你诽谤人家被告，你不能说这是我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有其界限。那个界限是什么？那就依法行政嘛。那其实它这是2个层次的问题嘛，一个层次就是说，他今天讲这个东西到底符不符合言论自由的范畴？第二个是说，他讲这个事情你要怎么处罚他，又是另外一个层次。需不需要把他这个驱逐出境？这个是另外，这本来就是可以就事论事讨论的。但民进党现在没有要跟你讨论事情啊，民进党现在就是。哇，就是有趣你的话，有逮到机会了叶元之是挺武统啊，赶快做图啊，骂他啊，最好把他罢免掉，换我们自己人上啊，是不是？我认为这个为了搞仇恨嘛，就没有现在没有就事论事的空间了。罢免叶元之是公民团体发动罢免，柯建铭是公民团体自己一个人不能罢免。柯建铭不是公民团体，柯建铭要罢免你，嘴巴讲也是他的言论自由，他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去罢免你，甚至连署你都不行。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把柯建铭的言论自由变成说好像这样讲就没有言论自由，我觉得这逻辑非常非常的奇怪。你的护航好奇怪。你不要把柯建铭的言论自由变成说好像这样讲就没有言论自由，我觉得这逻辑非常非常的奇怪。你的护航好奇怪。再来，我要讲。把雅雅连结成所有的中配，就是在护航雅雅，就是在护航刘正雅。台湾的38万的中国籍配偶，只有雅雅跟少数的这个中国籍配偶去做网红，去做武统台湾，配合中共恐吓台湾人民。结果你现在把所有的中国籍配偶拿来说，你们现在对刘正雅这样子，你们就是对中配，怎么会对？这个逻辑怎么会对？你知道，甚至所有很多的中国籍配偶对刘正雅的言行都不以为然呢。我们也不以为然啊，他这样子就是贴标签。可是那你们为什么要把中配等于刘正雅嘞？你可以去讲刘正雅讲的怎样不对，你可以去骂他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不用去影射一些东西，好像说，他留下来就是为了要用健保，或者是他怎样怎样。没有啊，现在大家不是在讨论他有没有用健保啊？你们民进党立委就是这样讲的嘛。现在大家说要让刘正雅解除他依亲，让他驱逐出境，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发表的言论是武统台湾，对台湾的国安造成危害。他跟健保有什么关系？不是啊，所以你们民进党的立委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嘛？那你要骂你们民进党立委啊？我觉得讨论健保归讨论健保，跟雅雅这一件事情是2件事情。结果你把它放在一起，我觉得很简单。你们民进党立委就不是这样讲的，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在你自己的罢免案上面在为自己增添财请物。问对了，请问这件事情，明凤，我先问一下。
已经变成对国内这场大罢免本来就有罢团的主轴是在讲说什么反共跟亲共啊什么什么这些。雅雅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有人觉得它会被催化了，像这样的一些议题，在这整个罢免的风潮里头。而现在看起来的话，袁正刚才一直是讲，意思说没有啊，他们也没有人要挺武统啊，像这样一些言论，他觉得他们被冤枉。可是，在过程当中，刚刚讲，当然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少部分国民党的委员也讲说啊，那是言论自由或什么，或是一些比较跟国民党来往比较密切的委员，譬如说你像赵少康，之前他们讲说，对你不教而杀为之念，你干嘛一开始就把它搞得这么骨肉分离间？可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效果，全部都要归到国民党或是叶元之身上吗？不是，那如果你不出来支援他，当然就不会归在你身上嘛。那今天陆委会放这个影片给你看，就是表示说我赶他。不是因为什么健保、什么陆配、什么东西的嘛，这个就是因为针对3个人他的言论的问题嘛。像这样子跟你解释，利剑 A 什么利剑 B 的这个东西，我连我都讲不是很清楚这个人不是受过训练，我投给你，对不对？那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每天活在台湾，然后你不停的在威胁台湾的人民说，我们就要快被包围了，然后我们隔天如果眼睛睁开呢，就可能会插满了这个什么5星旗之类的。那你觉得我们会听得很高兴吗？对不对？那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渗透法的定义开始执行了嘛？那你说我们有冤枉国民党吗？你国民党你自己看一看，就说现在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样？好，就是说赖清德总统目前这个是 TVBS 不是3立的民调，说大陆其实是中国，已经是反渗透法定义外的境外敌对势力。请问你同意不同意？全体上面有43%人同意，不太同意的人是38%。那请问民意是站在同意的这一边，还是站在不同意的这一边？尤其我们看年轻人20到29岁，这个同意的人也是高达4%嘛，然后30到39更达到5%，40到49高达4%6%，只有50到59的人，还好我已经不是这个年龄层了。他就是40同意，48不同意嘛。那所以说你整体看起来，你43跟38的比例，大家还是因为当时这个赖总统发表这个谈话的时候，的确有一些杂音，觉得总统是要做什么？对，总统是5项17条，他到底是要有一些内部有一些杂音嘛？就是说你到底要怎样？可是你今天看到 AIT 的台北处的处长古立言都出来挺这个了，然后你又把民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一般民调机构做的，它的比例可能就会更明显，同意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因为那你是因为 T 台的机构效应的话，那你就是你做出这样子，已经表示民意对于这件事情的厌恶了。我坦白讲。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就如果在习近平没有改变两岸现状的时候，我们可以容忍那种所谓的言论自由的程度来解释所谓这些网红武统的言论，对武统的言论，因为你可能不会伤害到我们。可是今天你习近平这个网警说然后我们发现，你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是如何被渗透进来的。这么除了这个张学耀之外，还有还有这个柯文哲之后，这个东西声音就越来越大了嘛。我相信很多比如说像50到59岁的人，他们可能都还留在说这不是言论自由吗？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一辈的人都认为这已经是逾越所谓的言论自由的这个意涵了？照理来说，越年轻的人对于言论自由的感受应该越深。对，是啊。理论上来讲，因为他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完全活在一出来就呼吸在台湾的这个空气之下。理论上来说，越年轻人应该对言论自由的感觉，他会希望他会希望的范围应该是更大。是啊。但是这个里面看起来的话，对于这个对于认定支持赖总统，觉得他们应该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年轻人的比例反而占得比较高。
对呀、就是20到49岁这个年龄层，这个通常都是，尤其是40到49，高达19%那这个年龄层，他也曾经走过戒严的后半段嘛，那不是应该更珍惜言论自由吗？可是他们如今也是给你表态，有19%，有19%，有46比42的这个同意，应该是把它列为境外势力啊。对于这种言论，应该给予处置啊。所以说，今天的风向变是在怎么变？我觉得这个整个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讲那么多话，去挺用言论自由去包装这种渗透的行为，我跟你讲啦，这个女的没有经过不是特工，也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啦。这种东西，她不是单纯对军事有兴趣。哦，我想应该不是吧？一般妈妈我就会疼小孩，然后我小孩生活在台湾，我当然不希望那些这位所谓被威胁的这个言论威胁到我小孩的心灵，或是这个感受。我觉得一般妈妈正常应该是这样。那你这样子讲出来之后，其实台湾人听了也很不爽，好不好？而且这个我觉得那个谁啊，林涛常常被骂那句话，去假瓜表公，那就是颠倒是非了。我们才是表公我们怎么会是被 K 假了？所以说，我觉得国民党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昨天要一味的去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袁志刚说他们没有挺。没有挺，那就假转一个弯，转这言论自由嘛。那挺的人就是郑春琪或者那些人是真挺嘛，是不是？但是呢，国民党你们讲那些乞丐赶庙公的言论啊，然后林涛讲那个什么泯灭人性，那吴桐比较泯灭人性，还是雅雅的这个什么，我们请雅雅离开比较泯灭人性？这个话不是我们说实在的啦，在这个当下。就是有一条线，大罢免就是有一条线已经反共剿匪拉出来。我讲现实一点好不好？我讲现实政治啊，政治，你们也应该要张开眼睛了，好不好？要避一点嫌。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国民党昨天要这么勇敢的去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啊。后之，问一下，反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成国民党的罩门或死穴？没有这个道理啊。可是。你看罢船现在一直打的是这一块，雅雅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是被拉成这个主轴，国民党为什么会陷在这里？国民党是这几年因为两岸关系不好嘛，我觉得国民党原本的大家的强项是认为他可以和缓两岸关系，但这几年老共跟全世界都搞得不好嘛，所以就变成这变成国民党包袱，国民党也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跟罢免扯在一起？很简单嘛，就是说。你现在要怎么罢免，要怎么打热，一定是打到国家认同层次。所以我所有东西都要往这个地方推嘛。因为你看雅雅他是用大陆版的抖音，他不是用 TikTok 他本来就不是讲给台湾人听的，他讲白了他就是赚爱国财嘛，他是赚爱国财嘛。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跟八炯跟米兰郎没有什么不一样。两都一样嘛，就是靠爱国在赚钱嘛。那他还是白目嘛。但我必须要讲，我觉得就是说。目前看，不管大家讲不讲言论自由，我觉得他打官司会赢啊。我觉得他最后打官司会赢。我觉得打到最高刑，我觉得现在打到最高刑嘛。我觉得最后他打官司会赢啦。那就是说，但问题是说，你民进党现在的状况就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吹出来，所以所有东西我都要做到极致嘛。我原本这个状况，我是不是该把它赶出去？不一定。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赶出去之后，我这个张力才会出来嘛，才会对立，国民党才没得闪嘛。你国民党才必须要去讲言论自由嘛。现在状况就这样，你国民党不认也得认嘛。我先补充一下，可是北高行昨天是裁定驳回，不是，所以你继续打下去。暂时处分跟驳回，暂时处分驳回跟。我说他最后打官司会赢，我不是说他暂时处分会赢。可是他这个他才被驳回的原因理由，就是因为这个鼓吹这个战争这一件事情是危害人权这一件事情，他是用公约的方式。我帮大家解释法律这一块，因为他是要被驱逐出境。然后这个执行的这一块呢，他先向北高行就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那个地方申请暂缓执行。那北高行审酌完以后是说，国家安全跟所谓的言论自由比较之下，他们觉得这一部分就暂缓执行这一部分被驳回了。那他就去打那个最高行政法院。那刚才后知讲的意思是说，因为驳回就是他的那个要驱逐的这一块暂缓执行，但是他的原因跟理由如果打本案。
你觉得你个人觉得我觉得他最后会，我觉得他最后，但是现在已经是国安了，现在已经扯到国安了，他会成吗？但是他的原因跟理由，如果打本案，你觉得你个人觉得我觉得他最后会，我觉得他最后，但是现在已经是国安了，现在已经扯到国安了，他会成吗？不是，刚律法院理由里面是有拿出来的，对啊，已经扯到国安了，这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刚律师已经解释清楚了嘛，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打下去，好，他最后会是赢的，就是说你的手段跟你的不符比例原则啦，啊什么？没事，我fine OK 啊，对啊，我不赌博的。好，就说，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他就变成是他现在是要打国家认同的养料，好，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拉高。那同样的状况，包括我们在看，当然还这中间还有一个人叫傅昆萁嘛，那傅昆萁的状况，像卓荣泰在台南的时候讲说，花莲是主战场嘛，对。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卓荣泰现在的状况，就傅昆萁的状况，除了他本身个人形象问题之外，还有他一直跟跑大陆、跑香港这，因为傅昆萁也会扯到跟老共那一块，对，民进党现在打傅昆萁主轴也有这一块。然后傅昆萁的最主要的状况就是说，他自己现在的状况变成说，大家民众对他的厌恶感很高，所以他的外溢效应就很强。就有人形容。我形容他是2014的连胜文啊，我有朋友形容说他是那个2022的那个林智坚呐，就是说他会导致说我选票上没有我对不起叶元之的那个罢免票上找不到傅昆萁，但我就盖到叶元之头上，我就盖到徐小新头上嘛。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他会一直炒作下去，就是说。国家认同这件事情会一路打到一路吵到罢免完，对啊，罢免完之后，民进党就会拉回来，对啊，或者如果照你刚刚那样讲说，这个是包括要不要驱逐，也是着眼在这一块的话，那你刚刚讲是因为两岸关系最近一直不好，所以国民党那因为这就变成强项，变成罩门，那你这样国民党没解。国民党到现在这样就一路打到那个，就一路挨打到底啊！国民党已经连续输了3次总统大选，不是很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吗？对啊，但还是没想出一个解决。我觉得国民党短期之内是不会有解的，因为他现在的状况是说，他再怎么样修正，他就是比民进党统。你不可能拉到跟民进党一样的嘛。像叶元之，他现在讲说，我反对雅雅的言论，你讲100遍，他还是讲说你就是亲共嘛。你就是亲中卖台嘛，所以说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是没解，就是老共的仇恨值没有降下来之前，这东西没解啦。好，那除非说将来民进党真的说内政搞到一塌糊涂的时候，那国民党你看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解？但国民党现在的问题是说，以前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马英九时代刚开始两岸关系和缓的时候，买办太多。那你现在的状况就是还有像傅昆萁这样的人，或者说像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完全不避讳那个因为他的选票结构特殊嘛，所以他完全不避讳那个形象，那就会拖累到整个党。他或许其实国民党现在的买办已经比那个少很多了，而且老共那边也不那么买账，但是问题是你只要有几个就是很毫无避讳的站在那个地方让大家看到的时候，大家对国民党的厌恶感就因为你国民党也没有人去节制他，对不对？没有人去节制他，然后这样的人还变成党鞭，带领你国民党团的时候，你所有东西就很容易被扣帽子，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检讨的。不是元之，所以你们对这个真的无解吗？对，那一直到7、8月那一路，如果这样打下去的话，那你们要怎么去面对像这样一些问题？没有，我觉得只能因为有的抹红，真是抹得太夸张了，就是动不动什么剿匪啊，然后动不动什么。像傅昆萁上次被叶爸呛啊，他就直接呛他共匪力，通匪，就是这个就也没办法，那个他们要这样子讲，那比如像以我来讲的话，我根本你说大陆那个中国那十几年没去了，我上一次去还是去万里长城玩呢，我国台办一个我都不认识啊，我干嘛亲中？我就顾好，我把我选区顾好就好了，但是。他们不会放过我们嘛？就像刚刚我讲那个雅雅，我明明就没有说支持武统啊，他就扭曲，还把我在别台的言论翻出来讲，这个有那个盯成这个样子哦，他就是故意要先
贴你红嘛，然后要罢免你嘛，不然我们评论个东西也没有讲到雅雅什么什么，跟大家也都没有关系，就可以把它翻出来扭曲来喊罢免。然后网络上还讲说什么我的舅舅是什么许立农，然后说什么许立农是什么中共的统战什么什么，许立农100多岁，我跟他们是要贴你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说治国不好嘛，那所以要怎么样去打这一战呢？我就打国安啊，我都打国安啊，来挺红。我觉得叶元之还是完全没有搞到自己，这个就比较容易的。罢免选情，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在很多的议题上面，你会自己跳出来嘛。比如说，刘正雅这一件事情，王宏威说把刘正雅驱逐出境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对不对？那你跳出来说，立委我也没有言论自由，你自己把这件事情跨上去啊！你自己把这件事情跟自己跨上去，在立法院讲话都要被罢免，这有言论自由吗？你都不尊重人家发言，你自己发言，然后人家挑战你，怎么会是没有言论自由？柯建铭啊，柯建铭就是讲什么他都要罢免我们。你现在坐在我对面，讲骂柯建铭所有的话，都不会有人去救责你，这就是言论自由嘛？你为什么一直说柯建铭对你讲什么就不是言论自由？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那来将军，对啊，你自己要在这件事情跳出来，然后让自己增添财富，你现在是柯建铭呢？撒955，是你们扭曲啊！你送刑没有人扭曲你，是你自己要趁是你们真了。扭曲。你自己还不扭曲的目的是为了罢免。批过我徐立农是不是？批评我可以，但是要就事论事，不能把我没讲话塞到我嘴巴里。徐立农一定不是他舅舅，他舅舅，我那个年代人大概都对，徐立农100多岁了。我觉得不切割就算了，还自己跟这件事情挂上，那你就是自找麻烦。我说明一下啊，其实这次这个刘正雅这什么武统雅雅这个事情，我问了很多国民党的朋友，他第一件说。当然谴责啊！我说谴责怎么个谴责法？都是因为赖政府搞得没有言论自由，真的很过分。我说你是在谴责政府，还是在谴责这个刘正雅？刘正雅是该谴责，可是赖清德恢复了戒严，各位这就是态度。这就是态度。就像昨天我看到一个来宾来边讲说，难道我们国家的民主这么弱吗？一个影像就让我们的民主破掉了吗？我告诉你。昨天砸掉电视机要找他赔，我跟你讲，多少人在生气啊，多气啊！各位你知道吗？刘正雅他是手无缚鸡之力，他不可能做任何的恐怖攻击，可是他会让解放军的拳头硬起来，你知道吗？这叫什么？我们军中这叫什么？精神鼓舞。我在台湾好欠打，快来，我帮你找到一个理由。现在不需要理由，快来武统。各位，这样可以吗？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影片。好像台湾的民主、台湾的国防、台湾的国安没有这么脆弱。我告诉你，你在1个月前、1年前录个影片说，我上飞机要带炸弹，我看哪一家航空公司敢载你。你只要1年以前你录个影片，说我可能会带炸弹上飞机哦，然后呢，你把这影片丢到网络上去传。你上任何一个航空公司，你看航警会不会约谈你，会不会把你叫下来？这没有言论自由吗？将军，如果是这样的话，不需要等到上飞机，他只要 PO 上去，马上就会被带走。是律师，你看，那这是不是在这飞机上的炸弹我没有放，我只是 PO 个影片而已，跟我要武统，各位哪个比较可怕？一架飞机载100-200人，台湾有2300万人，哪一个比较严重？所以这不是言论自由，不是脆弱。我在强调，刘正雅他没有办法做任何武力伤害台湾的人。可是他的言论却会让200万、300万解放军拳头硬起来，误认为台湾很好打。将军，你出身自国民党，那请问一下，刚才后置讲的国民党面对这样的议题没有办法有任何破防的一些的方式，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如果国民党用你那样的方式去谴责这个武统的一些言论，基本上是不是对这整个议题，国民党就不会这么弱势？会，他就跟我一样就被赶出来了。对，我说的是整个国民党的态度。对，如果国民党的党员或是从政同仁像我刚才这种表达，后果就跟我一样啊，就出来了啊。我告诉他为什么，国民党有一个很微妙的转变，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国民党是实施戒严，两岸是不可以连通信都，我在军中以前，我刚进军校的时候，通信被抓到保安官来找去了，轻则退学啊，重则送办，那个时候两岸为什么这么坚壁清野？抓匪谍，所以每次国民党就讲说，你们现在枪口对内，各位，你们以前国民党在来台湾的时候，
不是对内抓的比抓对岸凶吗？抓匪谍抓的比抓共匪还凶，为什么？我告诉你，内部的敌人永远最可怕。可是现在国民党，你以前是所谓的两岸完全不通哦，后来老兵回中国探亲是谁推的？他们推的呢？是民进党拼了命说，不人道啊，要让老兵回去，国民党才让老兵回去探亲。然后慢慢让两边的这些思乡的裂痕慢慢拉近了之后，完了，国民党战线全放，他不但是基于情理让老兵回去探亲，连国共都谈了，连马英九跟习近平都握手了。从此之后，国民党不敢再讲反共。即使自己号称是亲美的，自己号称是反共的，我对于中国的飞机越界骚扰，我代表谴责。然后呢，都是赖清德挑衅。就是这个态度，那你想想看，国民党如果这个态度定调，为什么大家会贴你红，戴你红帽子？因为你永远骂自己的政府，比骂习近平的政府骂得用力。骂自己的政府，比骂习近平的政府骂得用力。那国人怎么会认为你不红呢？那所以我讲这个雅雅的问题，在台湾自由民主的地方，你要讲统，要讲独没关系，但是你要讲武统，要讲暴力独都不行。你说我今天要用武装的方式把台湾学习，然后统一不行。那你说我是统派的 ，OK？ 你说我是独派的，我坚持台湾是独立的 ，OK？ 我告诉你，不独立我就炸弹把你炸死，不行。这就是界限嘛。这就是界限。我再次在讲，雅雅的女儿才多大啊？她可以把四川舰讲得这么清楚，我都讲不出来啊。你说啊，那是中国讲不出来。你叫我去讲玉山军舰，我们自己国家的海军，我都讲不出来。你叫我讲勇虎战车可以了，你叫我讲这个 M1A2T 可以，你叫我讲船没办法，你叫我讲 F16V 我讲不出来。为什么一个娃儿一个小孩可以把四川舰讲得这么清楚？一个刘正雅，他不是为了爱情来台湾吗？他不是为了想往自由民主来台湾吗？他怎么可以把利剑2024A 海空包围？哪里是潜势区？哪里是登陆区？哪里是包围区？我都讲不出来，他可以讲得出来。这是单纯啊，这是所谓的言论自由啊！我告诉你，这是军事评论，他的资料很多报社可能都拿不到，他却拿得到。然后你告诉我，这言论自由，这可以被保护，所以国民党赶快醒一醒。很多年轻人，国民党年轻干部我都有接触，他跟我说现在国民党对于统这个方面陷太深了，不管文统武统陷太深了，甚至有人到我脸书上贴文问我什么，你知道？他说于将军，好了，先不讲武统，那如果和平统一，你赞不赞成？如果你连和平统一都赞成，你就是台独。我说我告诉你，两岸不是统一跟独立的问题，两岸是自由民主跟共产制度的问题。你们对岸的中国人如果肯放弃共产主义，接受自由民主、实施人权，我们再来谈统一。否则制度不同，怎么谈统一？你要用共产主义、专制的制度来对我们谈统一，不管是合统、武统，那都叫并吞，不叫统一。任局，你对刘正雅这不是？刚刚武哥问我说，为什么我不愿意叫他雅雅，一直叫他刘正雅？因为老实讲，他的这个雅雅是个昵称，他随时可以换。他随时可以换。我当然认为是说每一个人可以表达，搞不好他对军事有很深的见解嘛，他可以开一个军武频道啊。我觉得不会有人针对军武频道，你要介绍什么舰什么舰，老实讲，那个网络多的是啦。但是你把这些东西带上政治性的语言，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我想元智可以接受这种论点啊。你要去介绍新武器大观也 OK。搞不好有机会，我们来请你来聊一聊。但问题是你把它这些连带的后面跟统一连在一起，我觉得很难会让人有这种联想啊。我另外回答我刚刚武哥另外问我一个问题啊，说对于大罢免这件会不会影响啊？刚刚元智当然有讲了很多他的看法，但是如果回到大罢免一开始的根源的时候，请问跟这个刘正雅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刚刚元智说在立法院没有言论自由，对不起，对我来说，立法院有没有言论自由不敢做评论，好，因为立委有言论免责权嘛。但最少在这一次大罢免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人认为蓝白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是行动自由啊。什么叫做行动自由？
在整个立法的过程，或者很多我们在看到的这些事情，超乎了我们对立法院过去的观察跟认知。甚至超乎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说我以前看到的立法院是这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的立法院变成这个样子？而解释权不在我们的身上，在于这一些他觉得可以这样干就可以这样干，包含昨天立法院发生的事情。到底那一天，到底昨天这个算是散会还是不算散会啊？还是怎样？韩国宣布对，就是他连议程都没有进去，因为521会嘛，你根本没进入到总决。OK， 那个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讨论。之后我会讲，就是说。在大罢免的这件事情，其实起源跟这个中间发酵的过程，跟刘正雅其实是无关的。如果在针对他的言论的部分，你要上纲到言论自由的这些，我讲那是你个人的选择哦，因为这件事情可以被讨论。而我认为多数人的认知是言论自由，它应该有一个设限的范围，特别是涉及到国家的时候。刚刚提到美国，美国没有黑名单吗？美国的黑名单怎么审核的？他还有这个人，不好意思，我可以请问你要不要离境吗？不好意思，我们觉得不欢迎你，要不要找个时间出去？10天后，我先让你进来走一走，10天后再让你出去。我相信连美国也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个可以被持平的讨论。但如果国民党这些，我觉得还好。我刚刚特别讲说，为什么昨天国民党那2场记者会没人出现？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知道，你哪出现在旁边，你一定死得更惨啊！对不起，我这个字可能不太适合啊。没关系，我们可以当预告。好，你可能就会死得更惨。因为你等于是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坑，说我要跳进来。那我讲啊，国民党现在的这个罢免的氛围，其实来自于是支持跟不支持，通常有时候在这个阶段还是用政治立场来作为判断。也就是我的政党的属性，我可能喜欢你跟不喜欢。国民党当然有点弱势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国民党人，我在这个阶段没办法表达，因为也要到投票的时候才知道。可是当你不断的在这个所谓的底线上面去跟他冲撞，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怎样，你为什么不能维护他的言论自由？你为什么怎样？我难道没有言论自由？我跟你讲，可能你会冲撞的底线不是政治的那个两边光谱的这个底线，你可能会冲击到是连你自己的政党的人，可能到最后是他原先愿意支持你的，他到最后有没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而去误解你？我特别用误解这2个字，因为包含原之都觉得他自己被误解。他说我没有强调，我又没有支持他武统啊，我怎么会支持他？刚刚都明白讲他不支持。可是因为这种所谓的我要挺这个言论，就会不会反而让你的支持者他会去误解说，不对，你怎么的贡献，我明明都不对啊，你哪里这个挺高这个挺多，这个才是会真正影响到从这个刘正雅的事件再往后去延伸，可能扩大的。其实老实讲不是那个本来就讨厌你的人，而是他可能本来对这对罢免这些没什么特别观感，因为这件事情他反而会去加深，他觉得说，好，我是不是在这个阶段该做出一个选择 ？OK， 明凤。刚才当然后置讲说，现在看起来大罢免有2个主轴，一个是反共这一块，另外一个就是傅昆萁总召的仇恨值这一块，所以才会举说像周揆在台南之后讲花莲是主战场，看起来花莲真的变成主战场，而这个主战场现在看起来依然当昨天包括花检然后发动了搜索，然后像明良珍是被申请被声押，只是最后法院是50万交保，这些事情的发展。包括大家在讲说花莲有没有所谓的反复势力，一个是花莲市的魏家，包括像议长张俊这些，所以某种程度花莲现在的氛围，还有整个合纵连横之下，对傅昆萁来讲态势也很危险吗？态势当然很危险啊！花莲已经不是所谓的台湾之外的化外之地了。过去好像我们讨论什么都把花莲弄在一边，好，因为花莲都是傅昆萁管的，然后我们管不到。那现在呢？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你这个所谓的县政府查水表这件事情，然后已经所谓的这个调查站也好，或是这个花莲花检。连花检都已经要去查了。那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就讲过嘛，就是说我们在台北有些这个媒体想要去做花莲的情况，然后呢就叫花莲当地的记者去拍一张，他说我不敢写啦，那个写了会有问题，怎样？那好了，那台北就说，那你去他家外面拍一张照片就好了吧？他说不行，因为他家都是监视器，他会知道我有去。那所以说有这么夸张吗？这么可怕？对啊，有这么夸张啊？那个是一个媒体的那个主管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地方记者就是这样，叫他连去拍一张所谓那个外面那个图，那个95大楼什么那个，他就说不行，因为那个哪里监视器他都知道，所以那个已经调出来看。
就是知道谁去拍了，所以花莲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嘛。那自从夜霸，我觉得突破点就是夜霸老师。那夜霸老师敢出来讲说你共匪，那你觉得这个？他只说通匪，他没有说他通匪，通匪，好，对不起，你是通匪，不是共匪。他不是啊，是夜霸老师这样夜霸说通匪。好，那夜霸老师说是通匪，不是共匪哈。那这个东西就带起了一股这个热潮嘛。那像那你知道跟着夜霸老师出来的人是谁？是魏佳。魏佳就马上说啊，我们要支持夜霸老师或怎么样。那魏佳就接着有具体的行动出来了。我在这里已经讲过，他跟民进党的方面已经有谈好。后来那个报纸后来姓严的记者就把那个新闻写出来了。他就是讲的是一样，就是用立委，他现在要选县长，那他合作的对象就是民进党的立委。如果这一次这个傅昆萁破防了，那未来选立委可能就是共推民进党的人嘛。那你然后等到县长的时候，民进党可能就是不提名，然后支持这个魏佳的人。那魏佳为什么要魏佳？然后魏佳之外，现在是张俊，连张俊也发言了。张俊一直都很安静，他一直在观察。议长，他虽然对傅昆萁也是有诉愿，也被傅昆萁整过很多遍，然后傅昆萁也说他是黑道的，所以呢排黑条款就把他排除了。然后呢，到现在到这几天为止呢，9小时之前他都不讲话，可是9小时之后他讲话了。大家早安，花莲的天空终于透出一道久违的光了，层层阴霾渐渐散去，万物在阳光下舒展，空气中带着微微清新气息。花莲终于要改变了，我请问一下，花莲没有光吗？阳光照台北的时候，不会照花莲吗？但突然讲花莲有光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比喻，大家知道他要干嘛了嘛？所以说。在花莲有4大政治势力，好，傅家、张俊跟魏佳，然后民进党4大政治势力。你看现在3道已经汇流了，3道已经汇流，就是你傅昆萁的部分，你就是要这样单打独斗，所以你变成在花莲，我要发那个什么1000块的红包，我觉得那个很喜庆。连我都想去沾个喜庆，可是我就是看张一山有没有拿到。然后你要开始跑公庙，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这个选举吗？更可怕的就是说，你查水表的事情，你县政府的解释说我没有邮资了。没有邮资，可是你可以在寿丰乡发一包1000块的这个红包，那到底有没有邮资或是什么样？这些东西过去检调都没有办，花检大家都认为说。这也是因为地方的检察署都很难办地方的这个所谓的问题啊。可是花检也动了，那所以说你就说真的是起风了，起风了。那连花检跟这个整个花莲调查站都开始在进行的这挑战，连这个查水表的事情都过去查水表，花莲查水表好像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反正傅昆萁跟徐正惠。阻挡的花莲就是会这样子做，那我们就习以为常，当作没看见好了。可是现在已经司法检调都动起来，然后地方势力四个势力3个在反对你，那你傅昆萁不危险吗？然后连这次这个所谓的这个刘正雅的事件，我为了配合。康文俊，所以我要讲刘正雅。好，刘正雅的事情也有一个什么协会里面也是对，也是有扯到所谓的花莲嘛，对啊，对，所以说你傅昆萁危险吗？李凤，你知道他这个协会上一次发文是多久？你知道吗？365天以前。对啊，对，然后为了这个刘正雅又发了一篇文，还开记者会。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所以难怪叶豹老师看得那么清楚，对不对？说你通匪，那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被共匪渗透最多的单位就是国民党。真的，我不是说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单位，我觉得它内部有很多人被渗透了，所以导致它的两岸政策没有办法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不是说这届大罢免而已，你可能永远都是在野党。OK。元之，除了对国民党来说，除了讲说一席不能少，你这一席不能少，副总召花莲那席是总召，
显然更是重中之重。那也看到民进党直接讲说花莲是主战场，可是刚才所讲的那些，包括各方的势力之间对副总统来讲，是不是真的非常大隐忧？我有听到国民党的朋友，包括昨天林涛在节目讲，是讲说这一次包括检调搜索啦或什么，国民党有人会觉得说，什么时候这种事情会用到所谓的检调，甚或要到搜索？所以你们某种程度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司法在干预政治的事情吗？所以你们某种程度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司法在干预政治的事情吗？昨天那个地检署去搜索花莲县政府，然后还声押那个民政处长，我是觉得蛮夸张的啦。因为他这个事情，他是说被控说好像滥用个资嘛，滥用个资，违反选罢法。那他那个滥用个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你怎么可以用那个资料跑去人家家里面去查，说你有没有联署这件事情？那花莲他不是记，他可能我不知道啦，看他是不是去问，他去按门铃，按门铃嘛，这你有没有签嘛？那这个只是说一个是记，一个是登门，但其实他们在做同一件事情，不一样。对，那他们认为说，这个一个有查水表，一个没有查水表。其实对有查水表，对心理的上来讲，你寄给我，他都会觉得被查水表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样的事啊，不一样。我觉得是一样的事啊。这个我觉得原之。所以等一下我还没有讲完，其实我还没有讲，不好意思。对，我还没有讲完。所以你说好，这个当然我觉得这可以讨论，或你觉得他行政过当或什么什么，这或许你可以去办，就要搞到要收押。当然法院后来是交保了，但是这个东西是搞到收押。我当时就前面是声押了，声押，因为检察官想要声押，检察官声押，然后法院是交保。检察官要声押，但是法院没有准啊，就是交保。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到这么严重，要到收押的地步吗？所以当然会这个本就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我先回应一下，第一个昨天的搜索票其实是法院核的，法院一定是看过检察官给的理由，认为真的有搜索的必要才会去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针对于现在罢免的联署书的查核，都是由地方县政府去做。县市政府去做，但中央选委会已经讲过了，你是不能拿着联署书去人家家里按门铃问说有没有签啊，这就是违反他的个资啊，你也违反了选罢法，你怎么可以去知道这一件事情？你只能查他这个人是不是还住在花莲，他有没有资格罢免傅崐萁，你只能做这简单的查核，他是不是还活着，有没有死亡联署这样子的事情，他有没有重复联署，你只能做这个事情。结果你居然是把他拿着，这个是不是他本人签的？请尊重我的言论自由。谢谢委员。好，请尊重我的言论自由。你等一下可以更正，如果我有讲错的话。如果你这么在乎你的言论自由的话，也请尊重我的。所以昨天会这样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个，法院也认同。检察官提出认为查水表这个动作已经违反了选罢法，也违反了个资，所以才会去。那中央选委会包含其他新北、台北的查核资料、查核联署的部分，都是寄查询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政府是拿着整叠的查询单去按门铃。而且你知道吗？今天还有一个议员在跑出来踢爆。说傅崐萁担任县长之后，花莲县的13个乡镇的户政主任都要去跑婚丧喜庆，要去公祭，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超压抑的。户政事务所的主任不是主要是要帮我们办一些户政的登记什么的吗？结果从傅崐萁担任县长之后，我们的户政花莲县13乡镇的户政主任要去帮傅崐萁保婚丧喜庆，然后。傅崐萁在这个花莲县的北中南3区已经有服务中心，这些服务中心的主任都是约聘雇，都是傅崐萁的心腹，而这些主任要跟着这一些北中南的主任去鞠躬。OK， 来，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离谱的。简短回应一下。他们登门到底是去查询还是查水表？哈，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当然检方可以举证说他去了，然后说你为什么联署？你再联署，你试试看，那这样查水表啊。但如果他去只是说，这一份是不是你本人连的？因为本来选委会就是要做查核动作，只是其他选委会是用寄的，那他们是登门，所以他只是
这个个资他没有滥用啊，他本来就是他的手上、啊，礼貌比较好就对了。不是，这不行嘛？什么叫不行不行？我觉得行不行强调是中选会已经讲过了，这是不对的。行不行？当然中选会可以讲说，中选会可以说，你违反我的规定，你明明就是要用记的，为什么你要登门？那中选会可以行政裁罚或什么，当然都 OK 了哦。但这有没有到滥用个资？有没有到形式上的滥用个资？我是觉得个资本来就是在他手上啊，他没有拿去贩卖或干什么的啊，只是说他登门去查我们现在选爸爸本来不就是不希望人家冒名联署嘛，不是就是这样？台南市党部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台南市长不就是因为这样被搜索，就是不希望冒名联署嘛？他其实在做他的职权查核，只是大家觉得你为什么要本人去？将军简单回应我简单回应哈，台南那个是因为抄袭名单呐。那我想花莲这个，我有没有去联署提案？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所以为什么用寄挂号？因为邮差来送信交信很正常，人家不会知道我交的是什么信。可是我今天花莲县府的官员，我带着我的识别证，按门铃进去，这是不是你本人？各位左邻右舍全部都知道嘞，这叫做什么？违反选罢法。违反选罢法不是只有贿赂而已哦，还包含了造成当事人心生恐吓，这叫被恐吓，这是违反选罢法的事。所以我说。这些官员，如果你是被某些人误导，你赶快坦白的说出来，不要在不知情的下违反了选罢法，那不是用个资而已，违反选罢法刑责蛮重。OK， 好，那大家会关心所有这些甚或除了各自委员之间要面临到随热罢免的风潮以外，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一些的民调出来，在看说每一个选区到底会面临到的状况是不是不太一样，尤其大家会看说，如果传统大家觉得是蓝营比较强势的地方，现在的状况又会是怎么样？当然你就知道一定会拉到。好，那在台北，有人讲到台北，当然3个女将，包括李彦秀、徐巧芯还有王宏威3个人的罢免的民调，这一份。国家安全研究学会所做出来的民调，那支持罢免王宏威的，跟不支持的分别是45.3%跟45.1%，然后支持罢免徐巧芯的跟不支持的48.8%对45.8%，支持罢免李彦秀跟不支持的46.6%对41.3%。某种程度，当然是这个像宏威这个地方，它基本上如果讲那是误差范围以内，可是如果以绝对值来说的话，支持的基本上都比不支持的要来得多。还有一个是说，如果黄昌为国民党站台反罢免，对国民党立委是加分还是扣分？认为加分的是28.8%，扣分的50.2%。那过程当中，当然说在行政上面或所有的支持跟反对各自攻防的话，许淑华有爆一个料说，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为了反制罢免，让松山区的里长向党员发放摸彩券。纸条就这一张啦，纸条上面是不是有写的支持好立委王宏威、徐巧芯，坚决不同意罢免？那这些当然蒋万在过程当中，最近这一阵子，包括有跟台北市的几个委员，然后直接站在一起，有人形容是蒋万直接表态要力挺。那蓝委的民调出来，然后蒋万有表态说要坚定的站在一起。那在3立有一个报道是说，蒋万被问到蓝营这个摸彩券的事情，王宏威就直接说这不是市政问题，大家不需要去拿这个去问到市长。所有这样一些过程，将军，本来其实当然你说李彦秀委员这个选区上一次有三卡都，但是巧芯跟宏威这2个选区一般还是回到觉得大概蓝营本来算是优势区，这个民调出来对所有的蓝营来讲，警示在哪里？我先讲哈，像李彦秀委员他那个区域是比较浮动的，因为上次3个人嘛，所以李彦秀胜出。那么徐巧芯是绝对优势区。那么王宏威是优势区，对，所以这3个区分。可是这3个不同的选区成分里面所调查出来的，对于罢免的，不管是知不知道或者是支不支持，居然差不多。所以你看，这就表示这已经打破了所谓当时投票的时候，我是支持蓝营的铁票区，还是半铁票区，还是三卡都赢的，这跟这已经无关了，关系已经不大。大家可以看哈，这是北市3位女将出来的。这个是你知不知道有罢免案？这个有关于第3选区王宏威91.3%都知道。那么李彦秀84.6%，徐巧芯85.6%，等于说几乎都知道了。不知道的很少。如果新闻这样报还不知道，这真的是平行时空。所以表示老百姓、选区的选民都知道。好，我们进入支不支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哈，第3选区王宏威支持就是会罢免，我支持罢免46.8%哦，不支持的43.8%。那表示支持的多嘛，然后你就是整体啦，整体。那你再看到详细的第3选区45.3比45.1，
然后李彦秀46.6比41.3，徐小新的48.8比45.8。各位，徐小新我要特别强调，这是绝对优势选区哦。然后你看这个支持跟不支持，居然支持是胜出的。那你说还好，差不多嘛。这个是误差范围之内。下一个更惊悚是什么？投票意愿。这个是很惊悚的事哦。就是如果投票，你会去投同意罢免票，一定会去的，居然高达77.9%。这是王宏威的选区。就是我同意，我也一定会去投77.9%。那么不同意的就是我不同意罢免，但是我一定会去投的，才20.6%。那你看危不危险？很危险哦，这是意愿哦。刚才那个是知不知道跟知不支持，这是意愿。我如果把这个照你刚才那个意愿算下来，支持罢免而且一定会去的有70%多，70%。我单纯用数学算70%，如果乘上这个的话，那它一定是超过就过关了25%过关了。对。但如果不支持的45%，它才只有2%多。2%。如果这样换算下来的话，这个乘数就差很多。对，这就会罢免成功啊。如果这样换算下来的话，这个乘数就差很多。对，这就会罢免成功啊，就是会罢免成功。那你认为只有王宏威的？没有，第4选区的李彦秀也是一样。李彦秀一定会去的74.9%，那么一定会去投不同意票23.1%。那么我刚刚讲了铁票区，徐小新的这个区一定会去投罢免的71.9%，一定会去投不罢免的25.9%。各位，这是3个选民结构完全不同的选区哦。我刚刚讲过。有萨嘎都的，有绝对优势的，有优势的。可是你看到没有？调查出来都一样。这表示什么？它不是蓝绿对决嘛，不是传统的选举蓝绿对决，而是罢免团体提出来的诉求，提出来的罢免主轴，选民接受了嘛？选民接受了嘛？不管你是蓝是绿，你反不反共？反共。不管你是蓝是绿，希不希望国会不要被红色力量给入侵？愿意，所以产生这样。这是以台北市3位女将，而这3位女将在国民党里面都是有分量的。你认为徐小新没有分量吗？哇，徐小新在国民党的这个国会里面空战小天后啊。那你认为李彦秀没有分量吗？有分量他是书记长又是发言人，他是有分量。那你认为王宏威没分量吗？超级有分量啊。所以我说这3个女生在台北市指标性。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民调持续下去，这3个一定被罢免这3个人一定被罢免那么是整个国民党的反制方向错了，主轴错了，还是罢免团体的主轴打对了？我觉得这个不用我讲答案了嘛，非常清楚。将军刚讲的这数字，后者除了这一份，前几天不是 T 台也有出一份，就小新那个选区的一个民调，所以这几份民调加起来，当然我相信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的民调，那个数字各自参考。可是这些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尤其像宏威跟小新，刚将军讲，一个叫绝对优势区，一个叫做优势区。这些为什么他们的优势打不出来？那他们的支持者是不表态，还是他们的支持者真的像刚将军讲的，也许是罢团一些诉求，真的被买单了吗？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仇恨值高的人，好，就是说基本上来讲，枪打出头鸟。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说，国民党现在我一直在讲说，罢免的这个站中间是要中间选民的，谢国良的这个高雄人中间选民，但国民党现在的做法是没有，他完全没有去诉诸中间选民，然后你整个各地方的状况，也没有统整嘛。你看前面说要互罢，结果变成被罢，然后又要公投绑大选，然后昨天又其实那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你已经知道绑不到了，对啊，昨天还要绑不到了，还要走跟罢免一定绑不到啊，就是面子难看嘛，就是你国民党现在还在顾面子，立委就会死得很惨嘛。好，理论上来讲，你还有一个会，你还有半个会期可以做，因为现在还在总咨询嘛，等于你还有完整的会期可以去通过一些法案，让民众觉得有感，让中间选民出来投你。但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好像一直还没有抓到这个主轴，尤其是在陆军的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这边他就是说这边还要看蒋万安最后到底出多少力了。他如果只是出来说我一定挺他们，黑不好了，那个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陪他们跑嘛。我就讲这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嘛。你说蒋万安有没有在关心罢免？
他那时候去抄叶元之的时候，他在关心罢免嘛，他不知道那叶元之那是已经说到立法院已经很辛苦了嘛，还去劳检他，对不对？你反而是你整个市府团队里面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嘛。好，觉得叶元之，我之前讲过，我是很反对他们去抄立法院，因为立法院不是你可以随便这样进去的地方。但问题是，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如果对叶元之是这样，他对徐小新、对黄宏威、对李彦秀的关心度又到哪里？理论上来讲，这个东西就是你是否在不动用行政权的情况下，你的人脉要动出去嘛？好，比如说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吕锦如，原本就是台北市民政局长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说，你基本上来讲，你各个系统要发挥你的人脉的功能，你不用行政权，但是你要去，我相信蒋万安到他连任的时候，一定也是这个样子。那你今天是不是有做到这个样子？不见得是说什么行政方便，说怎么借公园那种东西，不是，是说你原本各个局处理论上就有这些东西，有没有嘛？对不对？我相信新北也一定没有。就是说你如果这些东西有做，好，你陆军要下去不断去说明，说我到底做的东西什么好，才会不危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降仇恨嘛。你现在可以看到说，比如说傅昆萁现在就出现的少嘛，侥幸的发言或宏威的发言也稍微缩一点。这个对他们来讲，因为还有大概还有3-4个月，至少还有4个月啦，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再看是不是能够降到正常人，但是我觉得这3个大概都会过到第3阶段，都会过2阶要投票啦。只是说到时候你投票的时候，你吹不吹得出来了？因为这种声量高的人是一定跑不掉。但反过来讲，像什么民进党一直在讲的涂玄吉啊，我就觉得搞不好不见得会到，因为他虽然大家觉得他最好爸最接近。因为知名度低，仇恨值低啊，所以你要说像那一种的话，你要动出来，我觉得反而就会比较困难。元之，你们自己怎么样看待？包括我们讲到优势选区的这些，然后现在打成这个样子，或是大家刚才后续也讲说，现在讲陆战嘛，朱立伦下军令要陆空齐发，地方诸侯助攻。后知的意思是他感觉不出来到底地方诸侯帮了多少。可是那天在板桥的那场，就是上礼拜6的那场，大家知道是。你确实侯友也有上来，然后也讲了你2件事嘛，说你有帮他争取预算啊，什么这些。可是这些看在有一些人眼里会觉得说，像这样助攻够吗？对你们来说，我先讲这个民调其实这个民调就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嘛。你看我就讲王宏威好了，因为王宏威他支持是45.3嘛，不支持是45.1，其实是平分秋色。可是你看王宏威他一定会去，就是一定会去参与这个投票里面有77.9%是要同意罢免。20%是不同意罢免，那一定被罢掉了，这还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关键是说，照道理来讲，如果支持度跟不支持度是差不多的话，那一定会去，应该差不多啊。可是为什么会有7%到2%的差距？代表说支持他的就没有要去投票嘛？是啊，那没有要去投票，我觉得2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动能不，就是我们的支持者的属性啊，就是你要他去选举，可能他愿意觉得你不错哈，但是你要我去反罢，我考虑一下啊，这是一个很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支持者到现在很多对于这个罢免制度还是不是太了解，就是很多人以为不要出门就好，他以为不去投就是不同意。这个我们在那个路上遇到太多了，太多是这样子。说实在，我觉得你们都这样子讲，你们支持者会不会太弱智？没有，这是真的啊，真的。我们已经讲成那一大堆，然后你们还会找这个借口？不是借口啊，我跟你讲，实际上就是这样。有些人蓝委在讲这个理由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塞，那你们支持者是。有些人没有那么关心这个议题啦，但是他可能碰到我们的时候，要加油啊，怎么帮你啊，要去哪里联署反罢免啊？还有人以为是那边在联署罢免，我们这边要联署反罢免，也有人这样讲啊，对啊，有这样讲啊。然后我说呢，不用啦，如果3阶有投票，弱智所有的公民，这事实上就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不要贴标签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没有那么关心这件事情，但是他来讲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解释嘛，就是说，那记得要去投票。他说，我就不认同这个罢免啊，我干嘛要去投？我说没有啦，有一张票啦，这个有同意跟不同意，你要去盖不同意。哦，那我要去哪里投？那个要去网络上查嘛，就是因为全台湾没有人，很多区都没有进行过这件事情，所以这很正常的事情啊。那所以他只是借口，不想帮你投而已。我遇到的真的是这样啊。那所以其实现在的策略都是，就是说要跟支持者说，一定要去投票，投不同意。就是这样。那至于说，那现在选战，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假设7月投票的话，那这3-4个月
民进党的人就会一直帮我们添加仇恨值嘛。像刚刚讲巧芯，你看那个他的这个选举的说给他那个对手许淑华，就说啊，徐巧芯，你看他用行政资源特权啊，那个居然叫里长啊一户一户啊去投那个摸彩券，哇，我听起来好可恶哦。第一个，你居然叫里长去做这个事；第二是摸彩券，那这是有贿选的问题啊。结果徐巧芯讲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个摸彩券就是庆生会啊，这党部办的庆生会啊，而且党部是直接用寄的方式寄给党员啊。后来许淑华就改脸书了，本来是指控啊，后来改脸书被打脸翻车改脸书。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要添加你的仇恨值啊！徐巧芯真的好可恶啊！除了立法院之外，你看你多可恶多可恶，就是不断的叠加仇恨值。这个在各区都这样，我也是啊，我有看新闻啊，我看哇那个霸团，哇这个讲话可以这样子讲哦，说哇叶元之基本上都不去开会。哇塞，你可以讲我都不去开会哦。你有去查公报记录吗？你有去？你是有没有根据可以讲这个东西？像我昨天，然后这个有一个国会的评鉴机构哈，颁给我一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优良立委，然后下面留言，你都不去开会，你怎么可以得优良立委？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哎。然后再来就是霸团在那边说叶元之基本上都没在做服务，你怎么有根据可以说我基本上没有在做服务？就是现在都没有根据的，这随便讲话，然后罢免我那个史书华，我可以有言论自由。史书华，你想插嘴哦？没有，罢免我史书华哈，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叶元之啊，这个都叫那个警察去驱离霸团啊，我什么时候叫警察去驱离霸团？现在没有一个人讲话是有根据。他今天如果说我不去开会，然后我们调过了这个叶元之的出席率。发现呢，他出席率只有20%，所以他那个没有去开会。那我出席率如果我很高，然后你说我没有去，基本上没有去开会，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服务我们被我服务过的人也都觉得说不错啊。你没有找我服务，你就说叶元之基本上没有在做服务。你不是告了好几个？有告吗？有啊，有一些造谣的我们都会告你说政治人物嘛？你告你是政治人物。对啊，所以那为什么他敢这样子乱讲话？管你啊，反正我现在搞罢免我最大，我乱讲话怎么了吗？我是搞罢免的，怎么了吗？管你啊，反正我现在搞罢免我最大，我乱讲话怎么了吗？我是搞罢免的，怎么了吗？态度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不对啦。你说如果他真的逾越了言论自由，你当然都可以去提告。所以人家如果讲的不是事实，很简单嘛。你说你出席率很高，我们所有出席都有签名吧？你去立法院啊，叫韩国瑜开一个证明给你啊，开过几次会，全部都开出来嘛，然后叫你自己去洗啊。你看民进党就是这样，我指控你，然后又叫你做你没有，要你解释你没有做的事情，你就是可以这么做。不是造谣不对啊，现在我们价值观已经颠倒过来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说我可以造谣你。你只要自己自清就好。我觉得鼓励造谣现在民进党的人鼓励造谣言论自由，但你也要尊重我的言论自由。这个不是什么言论自由问题。我要讲说，选民有没有认同到你有没有认真在服务？我觉得很简单，有一个人，我觉得那个人是最重要的，里长。如果你要被罢免，你看，包含吴沛忆，包含吴思瑶，有多少的里长站出来站在他旁边，讲说他帮忙做好的服务。叶元之，如果你要去挡说，我真的有认真服务，叫里长站在你旁边。有啊，你可以看我脸书，刚好有 po 一个，就站在你的旁边嘛。里长就可以说做什么事情嘛。如果有这样子，那就不用怕啦。如果你真的有做的这样，就不用怕了。我们现在讨论是不要造谣。另外，我要讲的是说，不，因为我要帮徐巧芯这一件事情，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因为刚刚叶元之没有很认真讲哦。这个徐巧芯跟王宏威这一件事情啊，我觉得是离谱的。离谱的是什么？如果单纯是国民党办庆生会，那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那就是例行的活动。但他寄的这个通知单上面是写什么？是要力挺王宏威、徐巧芯，坚决不同意罢免。这有没有违反选罢法？而且因为他的对象非常的固定，就是国民党的党员。那你现在动员国民党的党员，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国民党每个月都有办庆生会，还是只有今年才在办庆生会？那过去办庆生会有没有摸彩？还是今年才有摸彩？如果今年才有摸彩，今年才有办，那我没有违反选罢法。我觉得这是要讲的。然后另外，我觉得王宏威的反应最好笑。
蒋万安是国民党党员吧？针对这一件事情去回应一下，也理所当然吧？结果他就讲说，这跟市政无关。那蒋万安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才在台北市的博览会里面，所有的议员、其他非国民党籍的立委都没有被通知，只有国民党5个立委被通知，他都可以让党政不分。然后有人问他。这个有关于罢免的事情，蒋万安说，我们国民党所有人都要团结在一起，我们是 Team 台北。结果现在要回答有没有违反选罢法这一件事情，却又变成不是市政问题，这不是很双标吗？如果真的行得正做得直，不怕人家挑战的话，为什么不敢说明？那对蒋万安来讲，其实当然是这样子啦。就是说，蒋万安现在虽然声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国民党的5席立委，如果有一个人被罢掉，对他来讲连任绝对会跛脚，因为他就会被挑战。所以他势必一定要跟这些人绑在一起。但你又知道，蒋万安其实是非常爱惜羽毛的一个人，他对于有一些做得太过分的事情，其实他也不敢。这个挺得太用力嘛，比如说徐巧芯借了700多场的区民活动中心，到现在很多场都没有使用这一件事情。你看哦，蒋万安是躲在发言人后面哦，他是不敢出来挺徐巧芯的哦。那徐巧芯现在也被逼着去办活动，昨天在脸书上面 po 了一个活动是什么？是送多肉植物多肉植物一盆应该超过30块吧？大多都超过，只有找了30个人，然后去发，对，去送这个多肉植物。这如果是不是也会有涉及违反选罢法这个理由？而且徐巧芯自己在脸书上面发言说，我呢本来呢就没有规划好活动。那我先去借了，那我现在慢慢的规划好活动，我就会陆续去办。所以你在借这些场地之前，你根本就没有要办活动嘛，你就是浪费市政资源，你就是霸占那一些空间，不要让人家使用嘛。那你在防什么？就防想罢免你的人去做宣讲，去做这个所有的这个罢免你的活动嘛。那你占用了市政资源，那蒋万安不敢发言，躲在发言人后面。对啊，明凤，朱立伦下军令了。说要陆空齐发，然后地方诸侯助攻，圣火讲的重话。如果再不大家团结一起做这些的话，就会被团灭。到今天才想到这件事吗？没有，我觉得他下军令是下假的吧？为什么？对不对？像那板桥那一场，有人就跟我讲说，6个立委上去发言的时间只有10分钟。那连就唱2首歌，对，唱2首歌就那一首歌也要4、5分钟，一首歌就超过了。对啊，所以就2首歌嘛。那主角是这些立委立委你们应该给他30分钟或是20分钟，每个人讲说我在立法院没有像那个霸团讲的那么坏，这样才对啊。可是你朱立伦是什么？就会赶翁小玲之外，然后呢，就是那个侯友宜这样子讲或怎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像你台中市政府。台中市的民进党团已经下令每个议员都要连署3成嘛，那其他的部分、其他的地区好像没有这个令，但是你朱立伦要下这个令是下这种令，就是说你县市议员去要怎么样的这个联署绿委去反制这样子。军令才是这样子下的，你不是办一个这种什么这个会，然后呢，就是侯友宜讲，我告诉你，县市首长跟这一场罢免呢，会有一些矛盾点。就如果你纯粹在国会的表现或怎样，我觉得那些县市首长还可以打国内的内政，但是你一旦你就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共剿匪或是反共保台抗中保台连在一起的时候，县市首长要连任的，恐怕也不想沾太多。今天就是因为罢团的路线是开2条，所以这个东西你党中央如果你自己不承受起来，让那个议员或者那个民代自己去就联署，你比如说你现在每次林涛都当中选会主委说，8席怎么不出来？那就很好笑啦，对不对？那所以说你应该下个指令是让你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公职人员动起来，然后动起来，在设计场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也让他们是主角啊，让他们讲话讲多一点啊，而不是你去赶翁小玲画面变成新闻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整个党中央就是不上心，不晓得在干嘛。
我觉得那些县市首长还可以打国内的内政，但是你一旦你就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共剿匪或是反共保台抗中保台连在一起的时候，县市首长要连任的。恐怕也不想沾太多。今天就是因为罢团的路线是开2条，所以这个东西你党中央如果你自己不承受起来，让那个议员或者那个民代自己去就联署，你比如说你现在每次林涛都当中选会主委，说8席怎么不出来？那就很好笑啦，对不对？那所以说你应该下个指令是让你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公职人员动起来，然后动起来，在设计场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也让他们是主角啊，让他们讲话讲多一点啊，而不是你去赶翁小玲画面变成新闻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整个党中央是不上心，不晓得在干嘛嘛。不过现在看起来，任俊，从决任立法院那件事情看起来，国民党还是觉得。公投是主轴，是未来能够反攻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包括主文也出来，在主任议会、主任立法院，大家闹哄哄的那么一大段，可是那一大段完了以后，真的看到了什么吗？我觉得，因为在场原之是国民党立委啦，就是说，到底国民党立委认为朱立伦在这个阶段硬要去推这个所谓的2项公投，请问对整个国民党的帮助性在哪里？朱立伦自己都说要跟罢免脱钩嘛，他说这件事情不是为了什么反罢免而来，就是要让民众充分表达意见。那表达意见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去质疑，甚至连国民党内部都会质疑说，朱立伦在这个时候硬要去推这2项公投，他到底是站在党主席的高度，还是站在他个人的想法？因为很简单嘛，你党主席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固，或者大家觉得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党主席，当然是要捍卫自己的疆土啊。当然啊，那你现在有在捍卫疆土吗？就我们这样讲，因为一开始本来说希望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公投跟罢免，如果能够挂钩在同一天，是，然后那个过程假设那个主文或是那个诉求是强而有力的，能够把支持者全部都吹出来，这个是也许有道理。对啊，但是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罢免的日期跟公投日期一定不会在同一天嘛？是啊，然后议题又不热，那你们有种就弄核电，对吧？核电那种冲突性就很大，我就相信你们会把人抠出来。对，我听说如果他不是在同一天，那议题好了，敏凤觉得也许那个没有办法这么热情，这样一定要推这些。现在对国民党来讲，各诸战将应该都是万事莫如反霸级吧？那我就再问一个，就是那天朱立伦到立法院开完这个记者会完之后，请问有多少个国民党立委在上节目或者在论述当中有提到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废死反戒严？看你还讲不太出来，真的对不起，因为还好我不是国民党的。就是连国民党人自己论述都不论述这个了，你现在要他再去开战场，那开说明会啊，不好意思先不要管罢免这些，我们先来谈反废死跟他们私下都有讲，你在干什么？对，连私下都在讲，这是一个最奇怪的啦，正方都找不到。但对不起，我不是要针对就是原之啦啊，就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件事情嘛啊。我说，在新北这个介寿公园的那一场，为什么会被大家认为就是说国民党的一个起手式？是因为国民党自己讲说这场很重要，是第一场，结果后来前面又跑出了别场，那也没关系哦。就我还是回到就是说那个场地里面，当然介寿公园因为它很多树还有凉亭或干嘛，但局限了一点的地方啊。但你既然大咖都到了，对不对？包含到这个朱立伦也到，朱立伦也当过新北市市长，是，侯友宜也到了，他是现任的新北市市长啊。那原之在那边当然是在地的立委嘛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原之那个在那边的得票数是78000多票嘛，没错吧啊？那在场当天请问有多少人在？媒体上报道有从1000多到4000。好，你不要问这种尴尬的问题，大家没办法回答。我不尴尬就别人尴尬了嘛。就说这件事情，这是很简单的算术的问题。就你觉得在场那边所有的媒体，包含电视机前面观众，你会认为那一场真的主轴是在还钱于民吗？那个诉求之乱啊，又要还钱。我看到原之还拿了一个牌子在那边，上面应该是写还钱于民，应该没错了。就你又要搞那2项公投，又要再搞还钱于民。那一天的主角不就是叶元之吗？我都说如果我是元之，我不才管你大会给我安排什么时候上场。我告诉你，从一开始到结束，我就站在台上死不下来。对不起啊，这是我个人出笔的用字啊，因为我是要被你捍卫的人呢。对他应该站西外才对，因为西外不知道。还有一个翁小玲在那，不好意思哦，闪一下。
任何人都没有比叶元之更有资格站在 C 位。那你国民党党中央办这个活动，你告诉我，你们到底在凸显什么？刘文兰上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元之在哪里，最初我没有在台上看到你啊。那刘文兰上去干嘛？宣扬你的政绩吗？没有，他在部署他的2026。没有人搞懂，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各怀鬼胎啊。好，我现在还各怀什么鬼胎啊？不是啊，他已经把这个鬼胎拿出来就生给你看啊。因为所有的场子，所有人都知道，对国民党来讲，哪一席能够被罢掉？没有一席应该在这个阶段里面要被罢掉。这个国民党唯一的战略应该是这样嘛？当然。但怎么会有？你危险，你危险哦，这边也那个也危险。啊，没关系，我们来挺他。结果挺的哩哩啦啦的，整个场子里面不让人家上去。然后是在最后1分钟，你对于这整个包括他们的国民党的战略策略各方面，有没有什么良策给他们？因为他现在没有啊，大家就不要靠党中央了。讲句实在话，谢国良每月不能募款。谢国良的例子就告诉你说，离党中央越远越好嘛。谢国良那时候国民党，你们都说那个基隆是国民党中央抄的，不是基隆全部是谢国良抄的嘛？谢国良自己抄的。那现在的状况是说，国民党的状况就是说，他现在的做法就只是告诉大家说，我有在做事而已，只是应付而已，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就跟你讲说，好，我们先做互办，然后跟你讲公投啊，然后现在跟你讲办大场。谢国良的例子是告诉你说，前面全部都是陆军，最后1个礼拜我才去催票。你现在办大场有什么用？民进党现在办大场是为了联署啊，对不对？是因为方便联署。你国民党现在办大场，你办大场有什么用？是你怎么把你地方首长跟立委之间做一个紧密的联系，这才有用。因为国民党中央也没资源，做不到。来，元之最后30秒有什么呼吁？呼吁哦。我那一天其实不是完全为我办的了哈，因为他是新北。他们说你是主轴，又在在我那一区，在我那一区的，不完全为我办哈，是为6个办。当然，因为可能我比较危险，所以挑我那一区啦。所以每个6个立委都有上台，1人1分钟。跟刚刚任俊哥讲的，对。那我听说萨克斯风都奏2首歌，对，我还不小心超时，还被画圈圈。对，但我觉得我们愿意把那个舞台让别人来帮我们背书啦，特别是那一天，我觉得因为侯友宜市长有来，那他展现的气势是，其实他跟我们这6个合作无间，比如说地方需要什么，我们去中央争取，他如数家珍。我觉得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为地方做事，要把大家留下来。我还是觉得蛮正面的。那至于说陆军，前面坦白说市府要帮我们弄陆军真的不容易啦，因为他有行政中立的党部。党部是他是刚讲首长啦，刚讲首长，我觉得首长要弄陆军，党部有帮上什么忙吗？党部有帮上什么忙吗？有啊，还是有啦。他们那一场活动啊。好 ，OK， 来舒培，来最后30秒。我觉得这个罢免这一件事情，其实还是考验每一个民意代表你自己在对民意的时候有没有回应。这个。我那一天看国民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想说，这1分钟2分钟也刚好，因为你知道吗？像叶元之就只有2个主轴嘛，第一个就是抹黑，第二个就是造谣。抹黑跟造谣一个各讲1分钟，差不多也满了。你现在讲说我去争取很多的建设型的时候，我要讲没有什么刻不刻薄的。你说你帮新北市争取很多的建设跟福利，请问预算哪里来？你在预算的时候删减预算的时候，你们怎么删的？没有删，你们删那么多的预算，然后你们说你们争取那么多的福利，你怎么你怎么说服你的自己的选民嘛？选民怎么会相信嘛 ？OK， 这场罢免看起来的话，一路往下烧。如果烧到7月8月的话，到底会是什么一个状况？重点是在过程当中各阵营到底怎么样面对，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